今天带大家来看看 Bonus Park。今天下雨天，但是空气还是很好的。最近担心台湾的疫情升温，在全球持续笼罩在新冠病毒的阴霾之下，世界的工作和生活形态大幅改变，不管身处哪个国家，居住在哪个城市，都没有人可以避免病毒的冲击。移民到加拿大之后，虽然只是换个地方工作，换个地方生活，但是加拿大的职场文化和台湾比较的话，还是有一些不同。回顾我曾经做过的工作类型，竟然多达10种。现在就来谈谈我做过的工作和加拿大的职场文化。第一，商场的销售员。移民到卡加利定居的第3天，我就直接到附近的商场找工作。那时候的卡加利景气还是不错的，我拿着简单的履历表到商场内的每个店家一一询问。很幸运的，我当天就被2家零售店经理录取，并且直接上班。因为这2家店经理都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讲话直截了当。工作训练期间也对我赏罚分明，虽然容许我犯错，但是一旦工作出错了，经理就会马上纠正我。因为这是最入门的工作，我的同事们大多是新移民或者是来打工的当地学生，所以工作起来也就相安无事。第二，华侨学校的中文老师在商场打工的时数并不是很稳定，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我就到卡加利的华侨学校教小学生中文。当时拿的时薪和商场的工资一样，只有10块加币。不过因为是自己的强项，加上教学对象是小孩子，所以工作起来特别愉快。虽然1个星期只上2个小时的中文课，却为我的移民生活带来成就感和乐趣。在这里工作的大多是来兼职的华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发生。其他中文老师的知识水平也相当高，人也很客气，我工作起来格外开心。第三，中英文的口译人员。我一来卡加利的时候，立刻到市中心的移民辅导中心寻求工作和生活的帮助，同时也加入了移民中心的中英文口译训练，并当起了义工，协助英文不好的新移民担任他们的翻译。后来更在移民中心的帮助下报名中英文口译考试，最后拿到证书。所以在工作闲暇之余，也帮华人同胞到法庭打官司，同时继续在移民中心当义务的口译人员。在这里的工作也是很开心的，因为一起受训的华人居多，虽然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差异，但是大家说的都是国语，非常的亲切。有家庭的义工们也曾邀请我到他们的家里聚餐，让只身在加拿大的我倍感温暖。虽然我从这个工作赚到很少的报酬，但是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很好的移民顾问，帮助我解决生活的问题。我也从移民中心的人员中学到加拿大生活和法律常识。我也是从这里知道如何申请政府津贴来学习医疗英文，最后念完护理课程。第四，电器回收公司的电话人员。我最不想回忆起的就是这段工作经验了。我透过移民中心找到这个电话人员的工作，当时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坐在办公室里，依照老板给的名单，一个一个的打电话给学校和不同公司的采购人员，询问他们有没有想淘汰的电视、电脑和其他电器用品。如果有的话，老板和技术人员就会回收这些电器、电脑，在经过修理、改装之后再卖出去。当时的时薪还是10块钱。那时候老板会指定我在1天之内必须拨打几百通电话。虽然每天都有法定的休息时间，但是这个工作
作的内容单调乏味，每天打电话讲得口干舌燥，同时看不到发展前景，所以在做完1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最后薪水还没拿到呢，还好我向移民中心的顾问申诉，在离职后的3个月，终于拿回我应得的报酬。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的1个月里，同事之间都不说话的，这真是太憋屈了。第5，中文报纸的中英文翻译编辑。来到卡加利不到2个月的时间，移民中心的顾问就帮我介绍到当地的中文报纸工作。因为我在台湾从事的就是新闻媒体工作，当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心里特别高兴。但是在一进去工作才发现，我负责的工作虽然是1年1度的广告年鉴编辑，同时也需要协助业务们翻译中英文的刊登广告。虽然这是我的强项，但是香港人的中文文法和台湾的中文写作有很大的出入，加上不会说广东话，所以在找到新工作后我就离开了。同样在这里也是像蜻蜓点水般的船过水无痕了。第6，电视国语新闻记者。从中文报纸离职后，马上就到当地的电视台报道，做起国语新闻记者的工作。这是我在卡加利生活的日子里最喜欢的一个工作。除了做起来驾轻就熟之外，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以及公司的新数位化电视制作系统再度燃起我工作的热忱。我在短短的3个月工作时间里，就认识了许多当地的各行各业人士。虽然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也结识了不少华人移民。虽然这是一个临时的工作职缺，但是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满足。虽然这里的同事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但是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每天早上开采访会议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同时交换出外采访和做新闻的不同观点。我在短时间内就学到不少当地的英文口语表达方式。如果受访者的英文太难懂，也可以立刻请教在加拿大长大的同事。这样的工作氛围比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新闻单位还要活泼，也更自由。这个工作的缺点就是工资太少，没有医疗保险。因为我是约聘人员，时薪15块钱。尽管我有多年的台湾记者工作经验，但是在前任回来上班之后，并且无法转任其他电视台工作的情况之下，我决定转行。第7，实习牙医助理。在决定转行之后，心里一直无法确定要走哪一行，因为是中年移民，身上又没有钱，所以希望念个又快毕业又好找工作的专业。后来在台湾朋友的介绍下，我就到了一个台湾牙医的诊所工作。在加拿大，除了眼科和牙科之外，具有加拿大永久居民或者公民身份的人看病都是免费的，只有买药的时候才需要自己掏腰包。所以在加拿大，牙医专业的收入是很稳定不错的。自己决定先实习看看。虽然牙医是台湾人，但是在诊所里面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所以大家都是用英文交流。刚开始我被分配到学习消毒牙具的工作，也就是牙医看完病人之后，我就必须消毒所有病人使用过的器具，包括躺椅、眼罩等，然后就消毒牙具。我偶尔也会在牙医助理旁边帮忙。最后让我打退堂鼓的就是我连个镊子的英文都不会说，无法帮牙医拿任何的器具。最后牙医还是劝我再回学校念书，顿时我才了解，原来自己不喜欢这种工作。第8，残障者的看护工作。在放弃当牙医助理之后，我
我对在加拿大的前途一度感到茫然失措。后来在朋友和移民中心的辅导之下，决定申请护士课程，最后申请到学费补助金开始上学。同时我也应征上残障者的看护工作，可以赚取一些生活费。我这个新工作的地点是在每个残障者的家里，也就是 group home。 我的公司在拿到政府津贴之后，就帮愿意同住的残障者租赁房子，并雇用看护，在24小时之内3班制的轮班照顾残障者的生活起居。在这个工作期间，因为是1对1照顾残障者，工作起来也不算太累，同时可以和一起当班的同事聊天。时薪从13块加币起跳，所以非常适合当时在念书的我。第9，长照中心的护工 Healthcare Assistant， 简称 HCA。 在念护士学校的第2年，我找到一个华人长照机构担任老人的护工，这也是我在加拿大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HCA 的工作时间和护士是一样的，分为早班、小夜和大夜班。因为我白天要念书的关系，多半是兼职小夜班，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15分。这份工作的时薪是从16块加币起跳，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算是最高的薪资水准了。一般来说，在一个当班中，一个护工要负责10个病人，每个班都会分配好同组的工作伙伴。因为很多病人是行动不便，必须有2个人一起帮病人护理才行。 HCA 的工作包括有帮病人洗澡、擦身体、换尿布、清尿袋、喂饭、搬运病人、推轮椅、协助练习走路、记录病人的每日排便排尿状况，同时记录病人的饮食和饮水量以及情绪行为等等。这是一个劳心又劳力的活，用台语说就是做个老瓜后来嫌个老挪。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吃力又不讨好的工作。我就是做过这个工作，才更努力的念完护士课程，因为不想一辈子在这里当 HCA。 虽然后来我真的成为职业护士 LPN， 还是十分敬佩我的 HCA 同事可以做这份工作长达20年以上。因为这个工作除了要有强大的忍耐力，也要有相当的体能以及坚强的内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经历病人死亡的时候，除了心里害怕外，也很难过，回家哭个不停。想做这个工作的人必须要有强而有力的支持系统以及心理建设，否则在病人被病魔击垮以前，自己就倒下了。在这个职场的同事们多半是新移民，特别是黑人和菲律宾移民的坚韧性，我自叹不如。而且因为他们习惯为自己的工作全力奋战，我也自认挑战不过。对于想来做 HCA 的同胞，真的要先壮大自己再来挑战，否则在半路上可能就会先被击溃。第10，职业护士 LPN。 虽然我做梦也没想过要来当护士，但是慢慢的我也感觉到当护士也不是一件坏事，而且在加拿大，护士的社会地位明显比当时我在台湾社会来得高。这个工作的好处就是在护理别人的同时也能照顾自己。当然这里的职场文化也并非一般，因为每个轮班中必须协调医生、社工人员、物理治疗师、药师、营养师、呼吸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护工等专业人员之外，有时候还要联络娱乐团康以及前台人员，还有制作假牙的外部人员，甚至是通知维修人员和餐厅工作人员等等。而在病人的脾气大发的时候，还要叫警卫打电话给警察，或是进行人工复苏术的急救，叫救护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帮病人送终的时候，要联络葬仪社人员、家属、公司的停尸间工作人员等。如果不是内心十分强大的人，可能很快就阵亡了。所以在这个职场的员工
功性格都不是软弱那一型的。在这个龙蛇杂处之地，也有被人暗算躺着中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撑过这么多年来的工作岁月。虽然我过去的移民生活充满了挑战，虽然我无法像中文学校校长建议的，可以到大学里找个符合我学经历背景的工作，至少在这个当下，我已经累积了资源，随时可以再出发去做我更喜欢做的事。这也就是我开始做 YouTuber 网络自媒体的契机。最后，综合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我归纳了5个加拿大职场文化的特色： 1. 注重个人隐私，不随便问同事的家庭状况和个人收入； 2. 员工不会过分谦虚，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争取自己的工作权利； 3. 工作时员工不一定要化妆，但是服装仪容要符合工作的需要； 4. 公司和同事之间会公事公办，直话直说； 5. 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性向认同以及生活习惯。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